Hello，大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详谈 Rolling Tech，This is True。今天在进入我们的正式话题之前呢，我想先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离谱或者非常曲折离奇的一个经验。事情是这样子，就是我太太最近准备去台湾1个星期多这样子的一个时间，所以她昨天晚上的时候终于愿意动起身来开始去收拾行李，所以她就是一个喜欢临时抱佛脚，但是她会在最后的时候呢，最关键的这个时候呢，能够把事情做好的这样子的一个性格的人呐、那基本上这个跟我就是完全相反的，因为我就是需要可以提早的规划更多更好，所以这个东西就是我们一直以来一个比较大的差别啦。然后就在昨天呢，我真的是等不下去啊，因为真的是到太迟了，然后他都还没有开始收拾行李，所以我就先睡了。然后就在我睡的时候呢，突然间很迷糊了，他突然间走过来，他就跟我讲，他刚刚在收拾行李的时候发现到护照过期了，也就是讲在6个小时后的这一个凌晨的这一个飞机呢，他上不到，因为他的护照已经过期了，没有办法上，然后现在开始去申请也来不及，所以最后就只能够重买了。所以就是我就在半夜的时候突然间接收到这样子的一个信息，然后当然正常的情况下面真的是会很生气，我就觉得会很生气，尤其是就是我的性格会一直提醒他，哎，你要提早收拾，你要提早去检查这些东西，但是当然他就是没有做吧，或者是他就是不想听我讲的吧。但是最后一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心态上面你就会一定是会生气的，我觉得。但是我这个时候就发现到，其实读书真的是对我有一些帮助，就是我发现到我真的会开始在察觉自己有这样子的一个情绪，还有就是我会意识到一个事情，就是谁都不想要发生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是发生这样子的事情也不能够解决什么东西啊，就是我们只能够面对它，然后去看看接下来要怎么去补救这个东西。所以呢，我就尽我所能，是保持非常冷静的情况下面去跟他沟通啊，然后最后他也花了更多的时间在半夜的时候呢，一直去查询到底怎么样可以最快做到护照，最快把这个护照给更新完毕这样子。那当然我们这边有总结出来一些经验，但是我就发现到其实这个时候呢，有 AI 真的是会让人放心很多，就是他在遇到这个事情的当下也是会马上去问 AI，哎呦我惨了，我遇到这个事情啊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或者是我应该注意什么样的事情，因为有 AI 能够快速帮他找寻资料呢，所以其实在这个地方真的是让他很大的程度的减少了他的那个焦虑跟他的那个担心啊。那最后的做法就是还是得牺牲一些东西咯，我觉得这个是没有办法的。但是呢，好在他找到了就是隔一天的这个班机，然后那个价钱呢其实是跟原本的差不多的，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是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啊，就至少还能够找到一班算是比较便宜的机票，所以我们的整个损失没有那么大咯。所以就在今天早上的时候，我们就赶快去做了这个护照，基本上就是很早很早起来，然后去到那里就是要做第一个排队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总结下来的一些心得，就是第一个东西是。因为我们这里靠近 Putrajaya，所以其实我们是去了 Putrajaya 那里去更新护照，就是因为我们觉得 Putrajaya 相对其他的一些移民局来说，它算是可能是比较少人的。的确，其实现场的人是我比我想象中少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一个就是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就是你必须选对地方。假设你去到一个很多人的，当然你的竞争就更激烈嘛，所以然后你需要排很长的队，然后又不懂是不是做得到，那个整个的焦虑感跟最后你能不能够搭上明天的这飞机就会变得很紧张。那第二个东西就是肯定是要抢第一啦，所以早起抢先去排队这种事不用讲了。只是我这一次体验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政府呢，现在开始已经是有线上的这个预约的这一个排队的这个名单了。也就是讲，虽然我不是提前预约，我不能够提前预约，但是我可以做的东西是我到现场之后呢，我可以马上去 scan 一个 QR code，然后他就帮我排队了。那我排队之后，我就不需要在那里真正的排队，所以我们就可以去买早餐，在车上休息，去其他地方走走，然后时间到的时候再回来，那还是属于我们的，因为之前就是我们已经登记在了那个网络上面的那个名单里面啦，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样子的一个是蛮好的，至少不用像以前这样子，就是你实体的人需要在那里排队。我觉得这一个当然是这一个的进步就很多。当然，它比较不好的地方是你不能够提早填哦，就是我不能够在昨天晚上的时候就先填好。但它也有一个好处，就是这样子它就能够避免那些填了过后没有来的人，然后就变成这个名单是非常的不准确。它就强迫你必须是到现场之后才能够 scan 那个 code 去填这一个名单，所以相对来讲你都已经到现场了，那最后你的按照这个东西的排队的几率就会非常的高。所以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一个非常离奇的体验，就是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还会发生，就是明明这个东西已经准备好那么久，就是也知道这个事情是很久前就预备好了，但是呢，竟然会到最后1分钟的时候才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情况，然后心境上还是得面对。
我们还是得去调整，就是日子还是得过下去，东西还是得照跑，损失还是得承担。所以我觉得怎么样保持一个更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些东西，是我持续在学习的一个事情。那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科技话题。今天的科技话题呢，最主要是我会分享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几个非常知名的一些 AI 相关的一些领袖呢，他们的一些发表的一些言论。那其实这一次的这个世界经济论坛呢，就有邀请了很多很多不同的人，然后就一直有很多的影片释出，就是他们的一些采访影片啊，让大家知道他们的一些观点的这些影片。那我其中就挑选了我目前只看到的这3个，而且是跟 AI 领域最相关的3个人。所以今天的主要的分享的方式呢，会是我看了这3场演讲之后呢，我自己得到的一些体验，这些得到的一些心得，自己得到的一些总结，然后我对于这些人他们的一些观念和一些看法，然后我尝试去做我自己的一个理解跟一个总结。那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内容是对大家有帮助的。但是如果你想要知道最准确的那一个说法，或者是最正确的他们的那个说的方式呢，当然还是会建议你去看他们原本的这个采访，基本上在 YouTube 上面都可以找到。那这次我围绕着这3个领袖呢，第一个就是大家最熟悉的 Elon Musk， 也就是 Tesla 还有 SpaceX 的 CEO Elon Musk 啦。再来第二个是 Google DeepMind 的 CEO Demis。那 Demis 呢，基本上已经是大家都蛮认识他的，如果你不认识的话，也甚至在 YouTube 上面现在也有他的一整个的纪录片，就是他们最近对 AI 相关的一些纪录片都蛮值得推荐去看的。那第3个的话呢是 Anthropic， 也就是我们上个星期才分享到的 Claude， 他的这一个 CEO 叫 Dario。 那 Dario 其实我之前也分享过他的一些观点，那今天我们就持续的看一下他们在2026年1月的时候呢，在这个世界经济论坛上面呢的一些发表。那这一次呢，我会围绕这3个观点来分享。那我们就直接进入第一个观点，就是第一个观点的话，目前为止听下来呢，最多的是在聊关于初阶白领的这个工作呢，即将要被取代。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超大的一个警告啦。基本上3个人都提到了类似的观点，也就是因为现在 AI 已经非常非常的聪明，在做一些具体的事情上面，甚至是在用电脑的这个能力上面呢，基本上现在 AI 都非常强。也就是说，接下来一定会发生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是它会逐渐的去取代这些白领的工作者，尤其是最初阶的一些人，比如说可能是刚入行的，或者是一些 intern， 这些都会很大量的他们的工作会被影响，就是因为现在变得僧多粥少。也就是说，举例来说，可能以前做 HR 的人，现在需要更少的人做 HR 了；以前做 admin 的人，或者是以前做一些 finance 的人，现在需要更少的人来做这个事情了。那这其实工作机会会变少。那这个时候呢，需要的这个能力也会有所不同，就是现在会需要更多你能够让 AI 来帮助你做的更多的这一个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对于刚出社会的一些新鲜人，或者是刚刚毕业的一些学生，对他们来说挑战一定是最大的，因为整个的就业机会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少。然后加上如果他在学校里面没有学到这个怎么样去使用 AI 呢，或者是像职场的一些软实力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可是可能在学校的时候是没有什么机会可以学习。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就对他们是非常的大的一个影响。还有就是他们其实是非常处于劣势的一个情况，因为他不像其他的一些人已经是有一些职场经验的。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这3个领袖的一些观点，就是认为白领的这个替代呢是势不可挡的，而且就会发生在这1-2年里面。所以我相信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的这些人会变得越来越少，或者是每一个人需要的能力、需要的要求会变得越来越高。再来第2个观点是关于 AI 公司之间的一些竞争，还有关于投资的部分，还有关于能源的部分。那我们先来聊 AI 公司的竞争的这个部分。基本上目前为止 AI 公司的这些竞争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激烈的。就是像我之前提到的，可能你刚刚推出一个新的一个模型，但很可能在1个星期之后呢，就会被另外一个对手给颠覆。所以现在这些美国的 AI 模型公司，或者是中国 AI 模型公司呢，基本上他们的竞争都非常非常的强烈。那其实 Dario 有给出一个观点，就是他认为因为现在大家的竞争，加上这个东西可能已经超过了，就是企业跟企业已经去到了国家之间的一个竞争。也就是说，中美这2国他们之间的这一个冲突升级呢，会导致这2国的 AI 公司会更加的去追求第一。因为目前为止，中国跟美国都非常看重 AI 的这个发展啦。那会造成的影响呢，就是 Dario 会认为 AGI 可能会比大家想象中的更早出现。他维持一个观点是，他觉得其实可能 AGI 只会在1到2年就会出现了，因为大家都在太过竞争、太过内卷，所以这个东西很快就会发生。加上有另外一个观点是，目前为止他发现到 Claude 已经找到了一个方式，因为他的目前为止的 coding 能力够强，现在的这个 AI 已经能够自己去写自己的一个代码。也就是说，我要写一个新的一个 AI 的代码，我能够自己把我自己给做出来。所以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之后呢， AI 可能就会进入下一个阶段，就是它有办法去提升的更快，进步的更快，因为现在它能够用自己的能力
去帮助制作一个自己出来，所以就会变成不断的迭代，我能够加上更多的功能来帮助我自己变得更厉害。那变得更厉害之后呢，我就能够写更多的代码，写更快的代码，写更厉害的代码，它就会让我能够装上更多的武器，或者是进步更加的快，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飞轮效应，不断的累积，不断的加强，不断的加快他们整个的发展速度。所以这个是达瑞的一个观点，就是他觉得即使大家其实应该放下脚步，放慢脚步，我们不要走得那么快，我们应该真正的去讨论什么东西是安全。但是他觉得在国家的干预之下呢，即使美国公司都已经停下来之后呢，中国公司依然会继续努力的往前冲。所以这个游戏像是一个停不下来的游戏，就是大家会不断的被迫要跟对手去竞争，不断的想要超越对手，变成第一名。那这个东西就会加速 AGI 的这个到来。再来第二个部分是关于投资过度。那投资过度呢，就是目前为止大家都看到所有的 AI 公司很努力的在建 data center， 在不断的扩张他们的资本，去建更多的部分来确保在未来呢，他们能够提供更多的算力，或者是在 AI 这个服务上面能够更加的服务全世界的一些用户。所以他们在每一年投入的这个资源、金钱上面的那个费用呢，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那这个时候呢，达瑞自己的观点就是，他觉得目前为止，他们公司算是投资的非常及时的，就是他对目前为止投资的这个脚步是非常满意的，就是他不觉得这个东西做的太多，或者是已经跑得太快，或者是太远。同时间，他也不会觉得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他会觉得自己现在目前的这个阶段，很多人可能会不看好他，或者是觉得他这样子扩张的这个速度是合理的嘛？但是从他的角度，他会觉得这东西是完全合理的。他当然有一些地方是他们需要小心的，但是他完全觉得目前为止投资的这个速度是他们觉得可以接受的。那同时间他又指出一些公司，就是他认为这些公司是投资过度，或者是已经可能太过头了。就是比如说，可能在这个部分不需要在这个时间点一下子投入这么大笔的一个资源或者钱去做这个事情，但是这些公司就做了。那基本上他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从我的角度，他就是在讲 OpenAI 啦。然后就在这个过程中，我突然间意识到，诶，原来这三个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是 OpenAI 的一个竞争对手，或者是他们都是跟 OpenAI 是正面交锋的，也就是特别是跟 Sam Altman 是正面交锋的。那 Elon Musk 跟 Sam Altman 之前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嘛。那 Anthropic 也是从 OpenAI 出来之后呢，就一直是不看好 OpenAI 的这一个方向。那最后呢，则是 Google 的这个 Demis。那 Google 的 Demis 呢，一直以来跟 Sam Altman 呢，就是处于非常针锋相对的一个阶段呢。因为一个是发展 Gemini， 一个是发展 ChatGPT， 两个最强的模型，基本上是正面在竞争，正面在冲突的。所以他们从以前就是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 Demis 甚至有提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如果 Sam Altman 觉得 AGI 已经那么的靠近，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他们要做广告？就是如果你觉得 AGI 已经这么接近，那你不是应该全力发展 AGI 吗？然后他也直接表示，就是目前为止 Google 的这个 Gemini 是没有计划在短期内去实施广告在 AI 上面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一个方向，就是我们都知道 Google 最主要的收入就来自广告嘛，所以其实现在我们做的这个方向也是朝这个方向啊。但是这个时候呢 David 提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观点，所以呢，我是蛮好奇接下来整个进展的。第一个东西是，当然他成功的就是说出了一个很不错的观点，又可以顺便的嘲讽他的对手吧。但是同时间我也会开始思考，就是Google 这个商业模式，广告这个商业模式呢，该怎么样跟 Gemini 去做一个更好的一个整合？同时间，到底广告会不会在短期内执行？我是觉得是很有可能会打脸的，就是因为谷歌只要发现了一个更好的广告的方式呢，我觉得他一定会想尽办法推出来，因为他知道广告的这个威力，谷歌就是一直以来依靠广告费赚到现在的，所以假设他们发现了这样子一个可行的广告方案呢，我觉得在 Gemini 上面一定会非常快，或者是非常想要去尝试这个东西。那最后一个是关于能源，那这个部分主要是 Elon Musk 分享的比较多啦，就是他直接的一个观点是他觉得美国目前为止的能源呢，在接下来发展是完全不够的，所以会变成一个状况是他们的芯片生产会越来越快，导致呢会有很多芯片出来，或者是 AI 发展会越来越快，但是呢有了这些 AI 模型，有了这些芯片，没有足够的能源去点亮，或者是去开始使用这些芯片，或者是使用这个 AI， 所以这些芯片或者是这些 AI 可能就会被废置在那边，就是暂时没有办法去启动它，因为已经没有足够的算力，或者是 data center 建不够及时，或者是能源完全跟不上，所以他觉得目前在能源这个部分呢，整个进展的速度是完全比不上 AI 模型的这个发展速度的，所以在后面一定会遇到一个问题的。那他自己主张的东西就是要使用太阳能，因为他自己的 Tesla 就是有在销售太阳能，太阳能是一个目前看起来他们非常想要 focus 的一个产品啦，所以他就提到几个不错的观点，比如说在外太空有一个 AI 数据中心，这样子就能够最接近太阳，同时间又能够有更高的一个效率，同时间也能够确保自己的那个太阳是稳定的，因为没有
早上晚上的问题，因为你去到宇宙就没有早上晚上、下雨、乌云这些问题去阻挡你去吸收阳光，所以这一个是 Elon Musk 的一个观点。然后他也觉得这就是跟中国最大的一个差异，就是可能到后面呢，中国会有很多足够的这些能源，反而让他们可以持续的进步，但是美国可能在这个地方遇到一些挑战。那第三个观点呢，是关于 AGI 的这个时间线，还有 AGI 之后呢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些事情。那关于 AGI 的时间线呢，目前为止 Google 的 Demis 呢是觉得大概是需要5到10年，然后他觉得目前为止其实还差可能2到3个非常关键的一些突破。如果像这样子比较大型的这个突破没有办法完成的话呢，就没有办法到达 AGI， 但是他还觉得还少了几个棋子，让他能够接近 AGI 的这个能力。至于 Dario 呢，他就是非常激进，他认为只会1到2年。那观点就回到我们刚刚前面讲的，因为他觉得每一个公司都会非常竞争去做这个事情，加上现在 AI 能够自己做 coding， 自己进步自己，所以他觉得整个速度会在提升，所以他依旧保持他的同样的观点，觉得是1到2年就会出现 AGI 了。所以 Elon Musk 就直接表示一个非常明确的观点，就是他认为 AI 呢会在明年之前呢就会变得比任何一个人去聪明，然后他认为在5年之后呢 ，AI 的这个智力和这个能力呢将会远远的超过人类的这个知识的一个总和。所以从这个角度也给我蛮大的一个想法，就是以前我们都讲看10年会怎么样，但是现在呢，可能你连看1到5年都会觉得很难，你可能看一个2年后，整个世界都会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改变，我们就处在这样子的一个时代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些提醒，即使可能到时候不按照这个事情发生，但是它会不断的提醒我，我需要持续的去学习，持续的去 update， 确保我们都能够在 AI 这个时代呢持续的提供更多的价值。那说到价值 ，Elon Musk 就直接提出一个观点，就是他觉得未来的人呢，可能在找工作上面会感觉到工作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他们需要去寻找一些真正生命上的一些意义。因为到时候会出现的事情是，当 AGI 出现之后呢，全世界的工作都会是让 AI 来完成的，不管是生产线、服务业、餐厅，各式各样的行业，绝大多数都是由 AI 来自己完成。那这个时候就会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重点，就是那他们整个生产成本就会降到非常非常的低，因为现在人工的费用啊，各种各样的情况啊，效率的提升啊，都会导致整个企业的开销是非常大的。但是如果一旦全面的进入 AI 之后呢，这个东西就会无限的变得越来越便宜。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认为我们会进入一个叫做富饶社会的一个世界。那什么是富饶社会呢？基本上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我们每次讲的真的是翘脚，可能接下来我真的不需要去做工了，因为我不管怎么做我都赢不了 AI，或者是我走到什么地方都 AI 帮我，回到家 AI 帮我折衣服，去到公司 AI 帮我做工，所以我就会发现到，诶，我这个人类的价值已经完全改变了，我需要去寻找新的一些人生的意义。但是呢，你的生活所需，你的日常所需，基本上是花不到多少钱，因为所有的生产成本、各种各样的成本呢，都已经降到了最低，所有人都只是在用这那几个 AI 罢了。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改变。同时间呢，他也提出来另外一个观点，就是其实大家都不再需要去存自己的退休金了，因为以前存退休金是希望我在退休的时候依旧有钱可以买我需要的服务，需要有人照顾或者需要费用。但是如果这些东西都变得无限的便宜，那其实这个时候呢，可能真的是人类完全不需要去打工，也不需要存任何的钱，因为每个月你就是这样子过就可以了，所有的东西都有机器人服务你，都有 AI 在帮助你，你的人生真的是会变得非常的无聊，但是非常的简单，也能够真正开始去享受。所以这个是一个他非常乐观的一个看法。但是我自己看了之后呢，我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这样子大部分人的收入是怎么来的，就是会是由政府统一发放吗？那政府是需要跟这些 AI 公司收更多的税务吗？AI 公司会统一吗？那其他人的价值是什么？真的每一个工作都能够被 AI 取代吗？是不是有一些工作是完全没办法 AI 取代的？那这些领域的这些人呢，会不会他们的薪资会变得非常非常非常高？因为市场上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人。所以以上就是我看了这3个采访之后呢，我自己总结的一些心得，还有我得到的这3个观点。那希望这样子的3个观点呢，能够让大家清楚的意识到现在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时间点，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一个事情。那在影片的结尾呢，我想要另外的聊聊，就是我对于今年就是2026年的一个期待，还有就是我希望什么样的产品能够在今年出现，它可能是帮到我的，它同时间也有可能是我们大家都期待已久的一些功能。那首先呢，第一个是我希望会有更好的一个写作模型的出现，比如说像 ChatGPT 5.2呢，基本上我们就直接有在一个 podcast 上面讲，他知道他们搞砸了，就是他们尝试在5.2上面加了很多逻辑推理的这些能力啊，导致了他的写作能力是非常非常差劲的，所以他觉得他们需要更多的资源才能够完成写作模型，但是他觉得在未来的几个版本当中，可能写作模型就会变得回来，或者是写作模型就会变得更好，所以我是很期待会有一个更好的写作模型，因为目前为止
第一梯队仍然是 Claude 或者是 ChatGPT，但是我觉得两个的写作好像都还可以再更好，或者是我自己觉得用起来我没有到非常的满意，或者非常的厉害，非常的惊艳。那第二个部分呢，是我希望真正能够帮助我做 AI PPT 的这个工具能够出现。就是其实现在市场上有很多的 AI PPT，包括 Gemini 的 Nano Banana 都能够直接生成图片、生成 PPT slide。但是我觉得他们现在的问题都是，我不能够手动的去改变图片，或者是改变文字，或者是改变排版。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有东西都是，我要改这个小地方，我需要跟 AI 讲了之后呢，它重新去 generate，它重新去生成一个新的图片，那就跟之前那个图片不是完全一样的东西啊。所以我一直都在等待着，有没有可能是它可以变成一个 template，或是一些档案，这样子我们就能够逐步的去编辑它里面的图片啊，比如说我就换这个图片就好，或者说我就换这个字就好，我就能够做到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希望模型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突破，或者是有一些公司真的想出来的一些方法，真的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去做 AI PPT。同时间，我也掌控了自己的那个主控权，我能够决定我要改什么，什么东西保留，什么东西要换。那最后一个我的期待呢，是关于有更加好用的 AI agent 会出现。就是 AI agent 其实是去年的议题，但是我觉得在今年 AI agent 会有一些更大幅度的提升。比如说像我们之前介绍的 Cowork，其实就已经是开始在改变了很多人的工作方式。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这样子的 AI agent 的发展会更加的进步，希望有更多的爆品，或者是更加特别的一些功能，或者更加特别的一些公司，能够更加好的帮我们在我们的工作或者生活中需要的地方去助力。比如说像我现在遇到的问题，就是每次我要做网站调查，我需要一个一个去看，一个个去改。这个时候如果有一个 AI 能够控制我的电脑，能够打开我的网站，能够按照一个人手的方式去每个网站开始去点按，照着我们要的逻辑去方向去点按，那我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就把这个东西收集好。这样子就能够提升我工作的效率非常的多。那其实我觉得它的重点是回到拟人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它需要去模仿人是怎么去点按的。虽然这个东西很不符合直觉，很不符合 AI 或者是电脑系统的一个直觉，但是还是符合人的这些网站的。我们在用的这些软体的这些界面呢，都是依靠人的方向去设计的。所以假设 AI 能够用这个方式去模拟人去怎么去点按，模拟人看到这个东西会做出什么样的一些行为跟反应呢？我觉得它会很大幅度加强 AI agent 的能力，同时也让更多的其他的一些 software 或者更多的人能够用上 AI agent， 让 AI agent 帮助他们的生活和工作变得更好。那这个就是我这个星期的分享，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谢谢大家，拜拜。